200个好萊塢演員搶一個角色，中國短劇在美國賣爆了。某期吐槽大會上，肥貓說，在香港電影最低潮的那幾年，是王晶導演不停地拍浪片，養活了很多人，讓我們有飯吃。如今，在大洋彼岸的好萊塢，同樣的劇情再一次上演。曾經為經典電影《教父》選角的導演激動地表示，如果不是中國人來拍短劇，我的房貸已經斷供了。他懇請中國短劇公司能給他一份長期合同。一提到國產短劇，大部分國人腦海中會浮現出 low、狗血、無腦、低俗等詞語。誠然，我們可以舉出很多理由來證明短劇的粗製濫造，但它確實養活了不少的好萊塢三線演員。當下，好萊塢正在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寒潮，60%的新人演員無戲可拍，50%被迫轉行。要知道，洛杉磯電影學院每年學費高達4萬美元，不少學生是靠貸款才順利畢業。轉行對他們意味着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，還要背上一身的債務。曾經賣爆全球的好萊塢電影是怎麼淪落到如此田地的呢？主因是 DEI 文化的侵襲。作為白左大本營，好萊塢一直衝在 DEI 文化的前列，積極響應 DEI 的要求。比如觀眾喜歡傳統白人美女海瑟薇，在 DEI 的審美體系下就變成了庸俗美。好萊塢提倡的是多元美，便出現了白雪公主是由棕色皮膚演員出演的奇景。好萊塢的影視公司可以自我洗腦，但是全球觀眾不會為這種畸形的審美買票。迪士尼曾經耗資2.5億美元打造的新版白雪公主上映後暴虧2億。曾經在全球超級賣座的漫威電影，這幾年也因為 DEI 多元化等因素變得越來越難看。好萊塢不想着如何討好觀眾，反而整天琢磨用電影給觀眾上課，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嗎？中國短劇可不管 DEI 那一套，主角必須是帥哥美女，前凸後翹，胸肌爆衣的那種，滿足美國觀眾的審美需求。劇情也是怎麼爽怎麼來，講究3秒黃金法則，炸裂開局，中途反轉，底層逆襲。尤其是反派扇女主大嘴巴這種庸俗的橋段，讓白人大媽看得直呼過癮，欲罷不能。在看完免費劇集後，他們有一半的可能性會支付美元解鎖全部劇情，而這一比例在中國只有10%。有一部投資17萬美元的短劇，在30天內賺了200萬美元。其女主角一位默默無聞的好萊塢群演，原本日薪只有200美元，但是靠這部劇的成功，身價漲到了2萬。另一位早期與國內短劇公司合作的美國導演，跟着中國劇組混了1年，在洛杉磯買了一套房。越來越多在好萊塢吃不上飯的三線演員擠破頭想拍短劇，一個角色往往能接到幾百份申請。目前中國短劇組演員的平均日薪能達到1400美元，是好萊塢群演的7倍。個人覺得中國短劇在美國的爆火，不僅是影視模式上的創新，更是文化話語權的轉移。長期以來，我們已經習慣了美國影視作品對我們單方面輸出。我有個同學在高中時喜歡看美劇，被《老友記》《生活大爆炸》等影視作品中所展現的美式生活深深吸引，所以在大學畢業後依然選擇留學美國。雖然在美國過得不怎麼如意，但是他依舊相信美劇裡描繪的美國夢，賴在美國7年，最終加入了美國國籍。這才是美劇或美國電影最強大的地方，它會通過潛移默化的形式慢慢給人洗腦，在全球傳播美國價值觀，最後達到不戰而屈人兵的最高境界。而我們呢，明明有很好的故事，如花木蘭、功夫熊貓，自己卻拍不出來，被美國人拿去魔改後，在全世界賺錢，甚至連日本人也來揩油，拿我們的三國、西遊等名著做動漫。近幾年，韓國人也在全球掀起韓流，魷魚遊戲、江南 Style 等作品風靡全球，向全球展現韓國魅力。而我們辛苦的為全球生產各種廉價商品，改善歐美人的生活，結果還要背負罵名，說我們搶走了他們的工作。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歐美普通民眾不了解我們，他們獲取中國信息的渠道被西方媒體壟斷了，這些媒體又受雇於美國政府，自然要不遺餘力的抹黑我們，將我們塑造成一個冷酷無情的製造機器，用廉價商品吞噬全球的形象。幸運的是，最近幾年趁着短視頻的東風，中國文化終於找到了一條接觸歐美民眾的渠道。說實話，作為短劇的發源地，中國短視頻公司的實力至少領先國外2到3年。我們短視頻出海簡直是降維打擊，去年大火的科目3全球跳瘋了，今年又來一個，別說裡面唱 K， 海外模仿的短視頻播放量達幾十億，讓越來越多的歐美民眾感覺到，原來中國人也和我們一樣，喜歡唱歌跳舞，非常有創造力，而不是天天在工廠裡打螺絲，處心積慮的搶他們的工作。中國企業一定要抓好短視頻這個舞台，不僅能賺錢，賺的還是巧錢。美國政客可以阻止我們有形的商品，但是無法阻止無形文化的傳播。當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通過短視頻、短劇了解到一個真實的中國，中美關係便會走向一個更理性、更美好的明天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